我把话说在前头，家里来了这3种小动物，千万别赶。你赶走的不是虫子，是你祖孙3代的财路。我行医几十年，见过太多人来找我看病，坐下来第一句话不是问身体哪里痛，而是问命。有的病人一进诊室，就看到他印堂发黑，眼神涣散，坐下来就叹气，说自己最近怎么这么倒霉，生意做不顺，几十年的老客户突然跑单，孩子在学校惹是生非，家里总出奇奇怪怪的事情，夫妻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身体呢，去医院查，指标都正常，但就是觉得人像被掏空了一样。我就跟他讲，你回去看看你家里是不是太干净了。他听不懂，瞪着眼睛看我，说医生你在讲什么？家里干净不好吗？现在卫生观念都讲究无菌，我请的最好的保洁，家里一尘不染，连个苍蝇都没有。我说大错特错，你那不叫干净，你那叫绝户。诸位，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非常严肃，这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写在《黄帝内经》里，藏在《易经》卦象里，但被现代人的洁癖观念给活生生抹杀掉的保命智慧。如果有一天你家里突然闯进来3种小动物，你记住了，千万不要赶他们走。你这一赶走的不是一只虫子一只鸟，你赶走的是你们家祖孙3代的财路，是这个房子的生机。很多人说我在讲迷信，我告诉诸位，这根本不是迷信，这是最高的物理学，是物种感应，是中医里讲气。你们有没有发现，越是有钱人的大宅子，越是那些传承100年的老宅子，里面绝对不是死气沉沉的，里面是有生命的，有那些天地间有灵性的小生灵在。动物的感官比人类灵敏1万倍，这是科学界公认的。地震来之前，人还在那喝酒唱歌，狗先叫了，老鼠先跑了，蛇都出洞了，池塘里的鱼都跳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能感受到地磁场的微弱震动，能感受到我们人类感受到的次声波和能量场。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房子风水好，气场顺，磁场是正向的，那些有灵性的动物是会抢着进来，他们感觉这里安全温暖，有生机才会来。所以当你看到家里来了这几种不速之客，你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惊恐，而应该是感恩。这是老天爷在给你发信号，告诉你，你这个窝风水不错，能聚财，能养人。咱们来讲第一种，这第一种很多人都见过，却最容易被一句嫌吵嫌脏给草草赶走。但我告诉你，真正懂的人看到这个，心里一定会高兴起来。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什么叫家？你们去翻翻《说文解字》，家字上面是个宝盖头，代表房子，下面是个火字，就是猪。上古时候人是和动物住在一起，你不要觉得恶心，不要觉得落后。古人为什么这么造字？因为中医讲阳气。什么是阳气？就是生命力，就是热能，就是动能。一个房子如果连一只蚂蚁都不愿意进来，连一只苍蝇都绕着飞，这个房子就是阴宅。人是阳物，住在阴宅里，怎么可能不生病？怎么可能发财？这第一种就是燕子。诸位在农村待过的，或者小时候住在老房子的，都知道老人说燕子不进愁门，这句话不是随便编的顺口溜，这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燕子这种鸟非常有意思，它不像麻雀，麻雀是哪里有吃的去哪里，给点米就点头哈腰。燕子不一样，
燕子是候鸟，每年迁徙几千公里，跨越山海，靠的是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它对磁场、气流、温度、湿度的敏感度，堪比最精密的军用雷达。它选巢是非常挑剔，绝对不会在一个磁场混乱、气流冲煞的地方筑巢。我有一次在台南看一个病人，这家人很有钱，做房地产生意的，住的是几百平的豪华大别墅，装修的金碧辉煌，但那个男主人脸色蜡黄，眼圈发黑，两鬓斑白，说话有气无力，一看就是肝气郁结，肾气亏损。他跟我抱怨说，最近家里不太平，公司几个大项目都被叫停了，老婆天天跟他闹离婚，儿子还在国外闯了祸。他带我在院子里转，想让我看看风水。我就看到他家那个挑高的大门口，屋檐下有个燕子窝的痕迹，空的，还有被铲过的印子。我就问他，老板，这燕子窝怎么回事？他说，哎呀，别提了，前段时间那两只燕子天天在那叫，叽叽喳喳，吵得我心烦，而且拉屎拉得满地都是，刚铺的大理石地面都弄脏了。我觉得晦气，就让保姆拿竹竿给捅下来了。我当时听了，心里重重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我说，你这个病药石难医啊，你不是把鸟赶走了，你是把你的贵人给杀了。他吓一跳，脸色都变了，说，倪医生，你别吓我，那不就是两只鸟吗？至于这么严重吗？我说，你听我讲，在五行里，燕子属火，你看它的颜色，虽然背是黑的，但心口是红的，它带着南方的离火之气而来，心主火，南方属火，燕子是带着天地间最纯正的阳气来，它在你家筑巢，说明你家这个方位的火气很正，说明你家的人气很旺，气场很和善。燕子是最怕吵、最怕凶煞之气的动物。如果你家里天天吵架，夫妻不和，或者房子里有阴煞之气，燕子是绝对不会落脚。它选中你家，是在给你盖章认证，说你家是积善之家，是向阳之地。结果你做了什么？你嫌它吵，嫌它脏，把它捅了。这就好比财神爷刚走到门口，想给你送个金元宝，你嫌财神爷鞋底有泥，一脚把财神爷踹出去了。你这不仅仅是赶走鸟的问题，你这是破了自己家的锐气。从科学上讲，燕子吃什么？吃害虫、蚊子、苍蝇、蝗虫。这些害虫身上带着病菌，带着腐败的气息，带着湿热的毒气。燕子把它们吃了，是在帮你清理环境里的毒素。而且还有个更深的道理，泥土生金，燕子衔泥筑巢，这个泥是从大地上取来的，混合了燕子的唾液，这就成了金土。它把这个巢筑在你的屋檐下，就是把土挂在了高处。土能生万物，土能承载万物。你把这个窝捅了，就是让家里的土气崩塌。从中医五行来看，土崩了，金就埋不住了，财就漏了，漏了就要散。那个人跟我说，自从捅了燕子窝不到1个月，公司一笔几千万的订单突然被客户毁约了，老婆也莫名其妙因为一件小事大打出手。这就是因果，这就是气场的破坏。诸位，如果你们家屋檐下或者阳台角落里飞来了燕子，开始衔泥巴，我求求你千万忍一忍那个鸟屎。你可以在下面垫一张报纸，每天换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去赶它。你要每天看着它，
看着那对燕子飞进飞出，你要心生欢喜。你心里要想，哎呀，我家风水真好，连这么灵的鸟都看上我家了。这种正向的心理暗示，配合燕子带来的生机，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同频共振。你的心情好了，肝气就舒畅了，肝气舒畅了，决断力就强了，决断力强了，生意场上、职场上你就能抓住机会。这不就是财运吗？哪里有什么迷信？这全都是人体生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逻辑闭环。而且我告诉大家，燕子是非常重感情的动物，一夫一妻共同抚养小燕子，这在风水上叫和合，能催旺家里的夫妻运。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离婚，动不动就不结婚，为什么？家里冷冰冰的，缺乏这种和合的气场。如果有燕子在家里筑巢，你每天看着它们恩恩爱爱喂养小鸟，那种慈悲心，那种家庭的责任感，潜移默化就会影响到你。你的孩子看到了，也会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教育孩子不用天天讲大道理，让他观察燕子怎么照顾小燕子，比你讲100遍要孝顺都有用。所以燕子进家是大吉之兆，它是带着天火和地土来的，是来帮你平衡家里阴阳。这第二种动物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一些女同志，但是诸位听我一句劝，这种动物比燕子还要厉害，它简直就是家里的镇宅神兽，它就是壁虎。很多人看到壁虎，第一反应是哇，蜥蜴好可怕，有毒，赶紧拿拖鞋拍死。你要是拍死了壁虎，那你真是把自家的守财奴拍死了。为什么叫守财奴？大家听听这个名字，壁虎谐音是什么？庇祸，又或者是庇护。古人起名字那是很有讲究的，绝对不是乱起的。它趴在墙壁上，像一只老虎一样守着你的家。老虎是什么？是百兽之王，是威严的象征，是西方白虎卫的守护神。但真老虎你家里养不了，那是要吃人的。老天爷就派了个缩小版的老虎，不吃人，只吃坏东西，贴在墙上保护你。这就是壁虎。我在美国行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华侨，有些人的房子很大，几千尺，但是住进去总觉得阴森森的，后背发凉。家里的小孩子晚上经常夜哭，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这里太干净了，连个蜘蛛网，连个壁虎都没有。有些懂行的广东老华侨就跟我讲，你医生说的对，以前在老家，如果看到壁虎尾巴断了，大家都不会去扫它，直到它过几天又长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再生。从中医的角度讲，壁虎是一味药，叫天龙。听听这个名字，天上的龙，它入肝经，能定惊解毒散结。它的能量场是专门克制阴毒的。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小男孩，大概7、8岁，长得瘦瘦小小的。他妈妈带他来说，孩子每天晚上做噩梦，尖叫，醒来一身冷汗，去医院查脑电图也查不出问题。西医说是神经衰弱，开了点维生素片，吃了也没用。我去他家出诊，一进那个儿童房，我就觉得凉飕飕。那个房间在房子的阴面，窗外又有一棵大树挡着阳光。我看了看墙角，干干净净，墙纸贴得整整齐齐。我跟孩子妈妈说，这房间阴气太重，湿气不化，孩子阳气弱，镇不住。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从窗帘后面爬出来一只壁虎，灰扑扑的
停在墙上不动了。孩子妈妈吓得要尖叫，去拿扫把。我一把拦住他，说别动，这是来救你儿子。我让他把扫把放下，跟他说，这只壁虎出来，说明这里的气场开始变化了。壁虎是纯阳之物，虽然血是冷的，但它吃的是阴血，你让它待着。那个妈妈半信半疑，结果怎么着？那天晚上孩子竟然没做噩梦，一觉睡到大天亮。后来那只壁虎就在那个房间安了家，时不时出来溜达一圈。那个孩子的脸色慢慢就红润起来了，饭量也大了。这不是神话，这是物种之间的能量平衡。你家里为什么会有蚊子？为什么会有蟑螂？因为有腐败之气，有湿热之气，这些虫子奔着垃圾来的。而壁虎是这些害虫的天敌，一只壁虎一个晚上能吃掉几十只蚊子。蚊子吸谁的血？吸你的血。在中医里，血就是财，血气足，财运旺。壁虎默默地在墙角帮你把这些隐患都吃掉了，它不叫不吵，不吃你家大米，不要你发工资，这么好的保镖你哪里找？而且壁虎在风水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寓意，叫守宫，它代表着家宅安宁，代表着没有任何邪祟可以入侵。从生物电磁场来说，壁虎这种冷血动物对温度的变化极其敏感。如果家里某一角落阴气太重，温度异常低，壁虎是不会待在那里的。所以如果你的卧室里、客厅里经常能看到壁虎出没，说明你这个地方的人体舒适度是非常高的，温度适宜，干湿度适宜。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老太太，90多岁了，身体硬朗得很，耳聪目明。她跟我讲，她家里厨房有一只老壁虎，断了尾巴又长出来，跟了她10几年了。她每次做饭看到她都跟她说说话，有时候还故意留一点点肉末在灶台上。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共生的状态。老太太心善，容得下异类，这种心胸，这种气度，才是她长寿的根本原因。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壁虎，尖叫着要踩死，这种暴力之气，这种容不下一点异类的心态，才是导致现在社会上戾气重、人际关系紧张根源。你连一只帮你的小动物都容不下，你怎么容得下你的同事？怎么容得下你的竞争对手？怎么容得下家人的缺点？心胸狭窄，财路必窄，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看到壁虎千万别赶，它是来给你避祸，是来庇护家财平安。你留着它，就是留住了一份安宁。哪怕你觉得它长得丑，你也把它当成一个尽职尽责的丑保镖，给它一条生路，也是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接下来我要讲这第三种。这第三种动物，它的分量甚至比前2种加起来还要重。它不仅关乎健康，更直接关乎你口袋里的真金白银。而且它往往是被误解最深，被扫把打得最惨，它就是蜘蛛。先别急着皱眉头，我知道很多人怕这个东西，觉得它长得张牙舞爪，还有毒。好莱坞电影里把它拍成吃人的怪物，但是在中医的眼光里，在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蜘蛛是什么？它是喜神的化身。你们去翻翻老黄历，或者去看看古书，蜘蛛有一个别名叫匪子，虫字旁加一个欢喜的喜。古人云，蜘蛛降而百事喜，特别是那种个头很小、腿很长、身体有点红红或者金黄色的蜘蛛，我们叫它金钱蛛。大家想一想，蜘蛛最大的本领是什么？
是结网在这个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最像道？就是这张网。我们中医讲人体的经络，那也是一张网，纵横交错，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全部联系在一起，气血才能流通。家里有了一张蜘蛛网，在不懂行的人眼里，那是脏乱差，但在懂风水的人眼里，那叫天罗地网。这张网是用来干什么的？第一，它是用来捕煞的。家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飞虫，灰尘中携带的病菌，撞到网上就被粘住了，它是在帮你过滤空气中的杂质。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它是用来兜财的。诸位，财运这个东西，它是像风一样流动的。如果你的家四面透风，那是穿堂煞，钱财左手进右手出，留不住。你需要有什么东西把它网住。蜘蛛这个小东西非常有灵性，它结网的位置绝对不是乱结。你仔细观察，蜘蛛结网的地方一定是气流最平稳，但又有微风经过的气眼。如果风太大，网会被吹破，它不会结。如果完全死气沉沉，没有风，虫子飞不来，它也不会结。它选的地方恰恰就是你这个房子里藏风聚气的关键点，它在那里结了一张网，就是在帮你把这个气给锁住，把这个财给兜住。我以前在台北看过一个病人，是个做进出口贸易的老板，那几年经济不景气，他的很多同行都倒了，但他不但没倒，生意还越做越大。我就好奇去他办公室喝茶，一进门我就看到他办公桌正上方的天花板角落里挂着一只指甲盖大小的蜘蛛，垂下来一根丝在那里荡秋千。那个秘书进来倒水，看到蜘蛛，哎呀，拿起文件夹就要去打。那个老板大喝一声，住手，别动。他秘书吓坏了。老板跟我笑笑说，李医生让你见笑了，这只蜘蛛在这待了快3个月了，它每次往下一垂，我就能接个大单子，这叫喜从天降啊！你看，这就是智慧，这不仅仅是一个迷信的彩头。从物理学上来讲，蜘蛛对震动极其敏感，它能感受到地磁的微弱变化，能感受到空气湿度的细微波动，它能在一个地方安家落户，说明这个地方的磁场是极其稳定。人在磁场稳定的环境里办公，头脑清醒，情绪稳定，判断力准，这生意能不好吗？这财运能不旺吗？而且诸位要记住，蜘蛛的腿是8条，在易经八卦里，8这个数字代表着全方位的能量，它趴在那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八卦阵，在帮你镇守一方。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早上起来，看到一只小蜘蛛顺着一根丝垂到你的面前，或者趴在你的窗台上，你千万不要尖叫，不要去打它，你要在心里默念一句，喜神到了，财神到了。你把它当成客人，他就会给你带来客人的回报。你如果把它当成敌人，那你就是在跟自己的运势为敌。好了，燕子、壁虎、蜘蛛这3种神兽讲完了，但是肯定有人会问，倪医生，你讲的这么神，可是我家住20层高楼，全是纱窗，别说燕子了，连个蚊子都飞不进，这些动物进不来怎么办？难道我就发不了财了吗？问得好，这就是我要讲的更深一层的道理。这3种动物，它们只是表象，它们只是一个指标。就像我们中医看病，看舌苔，看脉象，舌苔黄腻，说明你有湿热，但舌苔本身不是病，病在你的脏腑里。同样的道理，家里进这3种动物，说明你的家气场对了。如果他们不来，
说明你的家出了问题。什么问题？2个字，寒和湿。现在的现代人为什么怪病这么多？抑郁症、肿瘤、不孕不育、三高。从中医的角度看，根源往往就是身体里的寒湿太重。而我们的房子，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具身体，也充满了寒湿。你想想看，现在的装修喜欢用大理石，冷冰冰的，喜欢开空调，终年不见阳光，喜欢关着窗户，空气不流通。这种环境对于燕子、壁虎、蜘蛛这些有灵性的生物来说，就像是一个大冰窖，像是一个死囚牢，他们怎么可能愿意进来？只有什么东西喜欢寒湿？只有蟑螂、老鼠、蜈蚣、霉菌。如果你家里经常出现蟑螂，经常发霉，墙皮脱落，人住在里面总是觉得累，睡不醒，孩子容易感冒，这就说明你家里的阳气不足了，阴气太盛了。这时候你就算去花鸟市场买一窝燕子回来放，它们也会跑掉，因为气场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动物，而是要种梧桐树，引凤凰来。我们要把家里的气场调成适合这些旺财神兽居住的频率。怎么调？我告诉大家几个不花钱但价值千金的方法。这也是我在临床上看病几十年总结出来的居家养气法。第一件事叫晒阳气。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就是天上的军火，是最大的阳气来源。很多人家窗帘常年拉着，说是怕晒坏家具，怕隐私泄露。你把家具保护得再好，把人给晒废了，有什么用？从中医来讲，房子就像人的肺，肺主皮，毛主呼吸，窗户就是房子的毛孔。你把毛孔都堵死了，这房子就成了死肺。每天早上必须把窗帘全部拉开，把窗户打开，不管冬天夏天都要通气，让太阳光直射进来，射到地板上，射到床上。这叫什么？这叫天火温土。阳光晒进来，能杀菌，能除湿，能提升整个屋子的温度场。那种暖洋洋的味道，就是阳气的味道。燕子喜欢这种味道，壁虎喜欢这种温度。第二件事叫动起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许。我看过很多豪宅，大几百平米，住2个人，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音，家里安静的像坟墓一样。这种房子在中医里叫气散，人气压不住宅气。你要让家里的气动起来，怎么动？如果你人少，你就养点别的，不一定要养猫狗，你可以养鱼。水是财，鱼是活物，鱼在水里游，水就在动，气就在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人要动，不要回家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像个死人一样。要在家里走动，要做饭。厨房的灶火是家里的地火。现在很多人不做饭，天天点外卖，家里的灶台是冷的，灶台冷，财库就冷。古人讲人丁兴旺，丁就是火，你连饭都不做，家里一点烟火气都没有，那冷冰冰的快餐盒堆在那里散发着塑料味，你觉得能招来什么好运气？你要开火，要煮饭，要让蒸汽腾起来，要让香味飘出去。那种饭菜的香味比任何香水都更能吸引生机。燕子闻到了会觉得这家有人气，壁虎感觉到了温度会靠近，蜘蛛感受到了气流会来结网。这3件事是相互呼应，是一个整体。第3件事叫积散气，这是最难的，也是最根本。我行医几十年，
见过太多人花大钱请风水师，买各种开光的摆件，把家里布置得像个庙一样，但运气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改了形，没改心。易经讲吉凶毁令，生乎动者也。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起心动念，才是真正的风水。你心里装的是什么，你的气场就是什么。你天天算计别人，你的气场就是刀光剑影，那种戾气。别说燕子壁虎了，连你的家人都不想靠近你。你若心存善念，常怀感恩，你的气场就是暖的，是柔的，是有生机的。那种气场才是真正能吸引这三种神兽的磁场。我讲一个故事，湖南有个老农，一辈子种地，没什么钱，但是这个人心地极好。路边看到受伤的鸟，捡回来养好了再放走。邻居家的老人没人照顾，他隔三差五送点菜过去。他家的屋檐下年年都有燕子来筑巢，厨房墙角有壁虎，堂屋的横梁上有蜘蛛网。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好，但他自己说，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没有害过人，没有亏过心。后来他的3个儿子，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做生意发了财，一个当了村干部。村里人都说这家人祖坟冒青烟了，但我告诉你，那不是祖坟的事，那是这个老农几十年如一日积下来的善气，把整个家的气场养得厚厚的。那3种神兽年年来，年年给他家盖章，说这是积善之家，是有福之地。你看地藏王菩萨讲，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你的家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影，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的家就是什么样，你的运就是什么样。这3种动物，燕子、壁虎、蜘蛛，它们是天地间的信使，是老天爷派来给你打分的。他们来了，说明你这个人，这个家及格了，有资格承载福报了。他们不来，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你的气场还不够，是你的心还不够厚，是你的家还不够暖。所以今天这堂课，我讲的表面上是3种动物，实际上讲的是3件事。燕子讲的是阳气，是家里要有生机，要有火，要有人气。壁虎讲的是守护，是你要有容人之量，要能容得下那些帮你的人，哪怕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好看。蜘蛛讲的是结网，是你要有经营关系的智慧，要懂得把人脉、把财气、把好运都网住，留在你身边。这3件事做到了，不用请风水师，不用买开光摆件，你的家自然就是一个聚气聚财的宝地。那3种神兽自然就会找上门来。最后我想说一句话，送给今天所有听到这里的朋友，老天爷从来不亏待好人，只是好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被眷顾。那只在你屋檐下筑巢的燕子，那只在你墙角守夜的壁虎，那只在你窗台结网的蜘蛛，他们都是老天爷派来的使者，在用他们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个人不错，你这个家有福气，我来了，我帮你守着。你若懂得感恩，懂得珍惜，这份福气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深，传给你的孩子，传给你的孙子，代代绵延，生生不息。愿天下每一个善良的家庭，屋檐下都有燕子的歌声，墙角都有壁虎的守护，窗台都有蜘蛛的祝福。愿每一个懂得这份智慧的人，家宅清宁，财运亨通，子孙昌盛，岁岁平安。